Hello，兄弟们，我是有风。今天的话，有风会分享一个怎么样利用 TikTok 的一个创作者计划的话，从零开始打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 TikTok 账号，赚点外快的，其实还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会教大家怎么样批量生成 TikTok 的一个短视频，那还会给大家分享怎么样把我们生成好的一个短视频，同时批量发送到多个平台，那我们可以同时发送到，比如说 TikTok， 发送到 IG， 发送到油管都没有问题。今天的内容比较多可以一边看有风的视频一边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一下。在制作视频之前的话，首先的话，我们可能还是需要选择一个内容方向。如果你对油管的视频的话了解比较多的话，我相信你应该就看到过这样的一个视频，那就是制作这种问答的一些小视频，还有一些比如说脑筋急转弯一些小问答呀，还有一些什么猜谜语之类的一些东西，类似这样的一些小视频。这种视频的话，看的人还真的特别的多。你看这个的话，它的播放量的话，点赞的话都有12000个点赞，评论的话都有600多个评论。那不仅有短视频，连这种长的视频都有。比如说这个视频的话，它有差不多11分钟。它每到一个关键点，你看这里的话，它就会提问谁在撒谎？比如说这个，那这种视频的话还是非常的有意思。那除了说搜索这种猜谜语，我们还可以搜索这种，比如说小问答。那里面的话还有很多这种问答形式的，有些是猜国旗有些是猜表情之类的等等，非常多。这种视频的话在油管上面呢非常多，而且也非常火。那我们同样的话可以制作类似的视频，搬到我们的一个 TikTok 上面去也没有问题。你看这里有猜 logo 的，看是吧？猜哪一个是肯德基的一个 logo？ 那这里还有猜是妈妈或者是爸爸的，在这里有猜汽车的一个 logo。下面又给你一个车，你猜一下它是哪一个 logo？ TikTok 的一个创作者计划现在的话，它目前的话只针对美国的一个账户的话才可以申请加入。它的一个目前的话，这个 TikTok 每1万次播放的话，大概你可以挣到40到70块钱人民币左右。那比起我们国内的一些西瓜视频或者我们国内的抖音的话，要高出非常非常多。那如果你本身都在做这种短视频的话，TikTok 的一个创意计划的话，那你也可以同时发在上面去，那你可以多一份一个收入的渠道。那怎么样才可以加入这个 TikTok 的创意计划的？它是有要求的。第一，你需要一个美国的账户；第二，你也满18岁；第三，就是最少的话你要有1万个粉丝；第四的话，就是最近30天的话，你的视频播放量必须要达到10万。那可能第一个拥有一个美国账号，可能就会难到不少的一个小伙伴。那有风这里的话，给大家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我们可以来这个那我们可以来到这个网站直接购买一个现成的一个 TikTok 账号相关链接的话，有风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价格的话是29.95美元一个账号。这个账号的话，它是一个全新的账号没有开通过一个创意计划的一个账号。有更多问题的话，你可以来到这个网站右下角它这里有个在线聊天你可以问一下相关的一个问题。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需要生成一个内容关于这种问答的关于这类问答的小视频的话，那我们其实可以用 ChatGPT 很容易的生成相关的一些小文案。那我们有风的话，这里准备了一个提示语这段提示语的话，有风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直接复制拿过去更改一下就可以了。那有风今天用到的一个 GPT 版本的话是 GPT-4。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一个问题我说你是一个知道所有最难且最有趣的一个问答专家请他帮我生成20套简短而且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问答题。那每个问答必须要有3个答案，那其中一个是正确的之类的。下面的话我还给了他一个案例，叫他跟着我这个案例去生成相关的一个视频。很快你看这里 GPT 的话就在帮我们生成第一个的话可能是问题，它会给出3个答案，还会给出一个正确的一个答案。这里的话它帮我只生成了14个，如果它这里没有生成完的话，你可以点击这里打一个继续。那如果说你生成出来这里面那它不是表格的一个形式，那你就可以这个样子，比如说你把它复制一下把它翻译成一个英文。那有时候的话英文的话它可以帮我们直接生成表格，那中文的话它生成不了，那我复制一下它。当然的话你也可以在 GPT 3.5 里面直接生成也没有问题。那如果比如说你把这个喂给它以后它没有生成出表格，那你就可以用英文来问它
因为有时候的话，中文的话它可能生成不了表格，但是英文它可以。我们来试一下用英文把它翻译成英文来叫它帮我们生成，来看一下效果。你看这里英文的话，直接帮我们生成，这种速度还多快的！你看2下的话就帮我们生成好了，速度非常的快。那只是说GPT-4的话，它可能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的话，可能会更好。那当我们的一个内容脚本生成好以后的话，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制作一个视频。那制作视频之前的话，我们的视频的话需要有一个背景。那背景的话，我们可以用 AI 来帮我们生成一下。那比如说有朋之前生成好的一个就是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是哪颗星？土星、木星或者海王星？它给的是一个答案，它给的答案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木星。那你可以随便在你的一个问答里面找一个相关的一个物体，我们来生成一个图片的。比如说我们来生成一下木星的一个图片，我先复制一下，然后我找到第5个了，下面有5个这个就是木星的英文。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通过 AI 的话来生成相关的一个图片。生成图片的话，有风用的工具的话是 Midjourney。Midjourney 的话，它可能生成出来的效果的话会更好。那我们打开 Midjourney 来试一下。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生成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图片。那你的图片，那这些东西，那每个人生成出来的都不一样这样的话，你的视频的话，原创度的话就会更高一些。那有风在 Leonardo 里面生成了一下，试一下，这就是 Leonardo 帮我们生成的一个木星。我直接把这个木星放进去，左边的话，你把它比例的话调成一个9:16，点击生成就可以了。那我们再来到我们的一个 Midjourney 打一个斜杠，点击第一个 Image Pro， 把木星的打进来，横杠。AI 的话，比例的话也是改成一个9:16，然后发送过去。这个的话就是 Midjourney 帮我生成的一个木星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是 Midjourney 帮我们生成的一个木星的一个效果，这个是 Leonardo 帮我们生成的一个木星的一个效果。那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你觉得哪一个效果好？我觉得 Midjourney 这个效果的话，应该是完胜Leonardo，它生成出来这种效果的话，非常的真实。那我们就随便找一张，比如说我觉得这张好，我把这张图当做我的一个视频背景，点击右键，直接把它保存到你的电脑上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的一个视频背景就有了。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制作视频。那有风用到的工具的话，就是 Canva。Canva 的话，我们要用到它里面的一个高级功能，就是一个，等一下我们会用到它一个高级功能，但是这个高级功能的话，它需要会员才可以使用。它提供了一个30天的一个免费试用。第1个月的话你可以试用。淘宝里面的话有卖这种 Canva 的一个会员，那价格也不贵，只要几块钱。这里还有一点的话需要提醒大家的，我给的这个提示语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你把它改一下，是一个知道所有关于什么动物的一个专家，关于一个比如说宇宙的一个专家，你可以把它换成其他一些行业。那你不要和有风生成的一样，那不然大家都做成一样的话，到时候到内容同质化过多大家都拿不到流量。我们可以在文案上面的话稍微更改一下。打开Canva以后，我们点击这个设计按钮右上角。有风的这个账号的话，我在淘宝里面那几块钱买的一个高级会员。那我们选择这个，比如说我们选择 TikTok Video 1080乘以1920，我们点一下，把我们刚才比如说生成好的这个木星的图片的话传进来作为一个背景。我们直接点击左边这个上传，点击这个 Upload， 那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木星的一个照片的话直接传进来，比如说是这张。传进来以后的话，我们点击一下它，然后在图片上点击右键，比如说你设置为一个背景，再就是这个。那它的时长的话，我们需要设置成比如说8秒钟，因为你如果要参加 TikTok 的一个创作者计划的话，它的视频要求就是需要在1分钟以上。那比如说我们每一个小问答有8秒钟，那我们如果有8个小问答的话，8万64，那差不多就超过1分钟了。那我们先来制作我们的第一个小视频。那我们需要在上面的话加上一个文字，比如说我们点击左边这个文本。点击增加一个文本，增加文本以后的话，它的因为是黑色的一个字，我们可能看不清。我们点击这个 A， 我们把它这个改成一个白色。那这个标题的话可能会有点大，因为等一下我们的一个问答，我们可以看到，那我们这个标题比较长，所以说我们这里的话就把它字的话稍微改小一点。这里可以直接进行更改，比如说改成一个80，改成一个70吧。我们再来复制几个，那它后面的话还有3个选项加一个答案我们还需要再复制一下。我们按 Ctrl 加 C 选中， Ctrl 加 C，Ctrl 加 V，Ctrl 加 V，Ctrl 加 V，再来4个，然后把它重新布局一下。
上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标题，标题的话，这里我们先随便写一个吧，因为等一下的话，这个标题的话都会被换掉，换成我们的一个问题。下面的话，比如说我就来双击一下，我改成一个 A1，第二个的话我们改成一个 A2，第三个的话我们就改成一个 A3。这下面的话随便你改呢，都没有问题。这个的话改成一个 A4，A4 的话就是一个答案。我们需要更改一下它的一个显示时间，比如说我们把前面4个的话选中，然后点击这个3个点，我们点击这个显示一个时间轴，我们把它改成一个，比如说前面6秒钟显示我们的一个问答，还有我们的一个选项，最后比如说这2秒钟显示我们的一个答案。那假如我们现在设定 A4 是我们的一个答案，我们也来设一下 A4 的一个时间。那直接把它改成它最后2秒钟进行一个显示就可以了，因为答案的话会在最后出现。答案出现的时候呢，它应该在比较中间的位置，比如说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地方来。标题的话有点看不清楚，我们可以把它描一个边。我们点击这个标题，点击这个效果，这个就是一个描边。描边的颜色呢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我改成黑色，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看得清楚了。描边的一个粗细，那这里我们也可以改一下，我越往右边拉，它就会越粗。这个地方的话也可以拉大，它也可以显示，这是显示的一个比例。在中间的位置的话，我们可以稍微把它调一下。我们这几个答案加我们选项的话，我们也可以跟它设一个效果。我们选中它，也是点击这个效果。我们可以跟它，比如说，加一个底色的话，可能看得更清楚。底色的颜色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来选一个。比如说，我觉得这个颜色好。这个颜色可以，我们就选这个颜色。我们还可以把整体的话，比如说加一个，我们可以把全部选中，我们再把它加一个，比如说动画效果，点一下。当然的话，你也可以单独加，每个加不同的一个动画效果。我们点击这个动画效果，左边的话有单独的，比如说一个文本的一个效果这里的话还有一个整个页面的一个效果都可以设置。它里面效果非常多，你可以随便选一个，你喜欢哪个选哪个。比如说我喜欢这个，我就选它。点到它以后，它会，你看这里的话，它会显示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效果。你看最后是答案。那我们来可以播放一下，看一下效果。比如说第一个出现问题，在最后的话，它会出现我们的一个答案。最后2秒钟 ，A4 的话就是我们的答案。为了增加，比如说我们这个视频的一个趣味性的话，我们可以在上面加上一个倒计时。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暗示这个 element，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元素上面的话，你可以搜索这个倒计时里面比如说加一个视频的一个倒计时，这个 video， 直接上面选这个 video， 里面有很多这种倒计时的一个效果，你可以在里面选一个。那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可以，我们就选这个吧。那我们可以把它调整一下它的一个大小，调整的这样差不多就可以了。我们再来播放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倒计时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还需要设置一下倒计时的一个时间。那我们再来控制一下，比如说它的一个显示的时间，我们在上面点击右键，点击这个显示时间轴。那我们只需要，比如说在前面6秒钟显示就可以了。因为后面显示答案不需要。我们来看一下效果，7、6，好，变成1的时候，它就会显示一个答案。时间我们可以来改一下，这上面的话我们再改一下，改成一个6，点击一个完成。好，我们再来看一下。4、3、2、1、0的时候出现的 A4 就是我们的一个答案这里的话我们差不多就已经设置好了。那但是现在没有声音，我们只有画面，我们可以来加一个，比如说前面的话我们可以来加一个倒计时的一个声音。那我们来搜索这个关键词 BOMB， 再加一个时间。我们这次的话，我们上面的话选择这个 audio， 选择这个声音，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是这个，还有个，那你选择一个你觉得可以的声音就行了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好，我就选它，我点一下它声音的话它就会被加到上面来。那前面的一个倒计时时间的话，我们只需要6秒钟就可以了，因为最后2秒钟的话就来一个，那最后2秒钟的话再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声音。那我们直接搜索这个时间声音，我们来听一下。我们搜索，比如说搜索一个叮吧，就是时间到的意思。同样选这个 audio， 这个可以。那我们直接点一下它，把这个声音的话就加过来了。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效果，这次的话效果就可以了。这次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5、4、3、2、1、0，好，叮，好，出现答案这次可以。
这个模板我们就设置的差不多了。那接下来一步的话就非常的关键，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数据全部给链接到我们模板里面来，回到我们的 TikTok。比如说我们这里可以复制一下我们的一些问题和答案。那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问题，那由风这里来随便复制一些吧，差不多就这么多。我复制一下 Ctrl 加 C， 回到我们的 Canva。我们这次的话，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 APP， 这里的话你搜索一个 BULK， 我们选择第一个，点一下它。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一个数据的话导入进来，点击一下导入，人工导入数据，点击左下角把它清空一下，再把我们的数据的话在 T 这里的话点击一下，把它导入进来，点击这个完成。我们来把我们的一个数据的话链接到我们这模板上面来。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标题，我点一下它，点击右键，这里有个连接数据，连接数据的话连接到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标题。接下来那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话，这个有点长有点大，我们把它变小一点，再往高里挪一点，不然的话等一下会超出来。两边的话你可以再拉一下，往两边多拉一点。下面的话我们来设置我们的第一个选项，那也是在上面点击右键，点击连接数据，连接到我们比如说我们第一个选项。那这个是我们的 A2 的话也是点击右键，连接到数据，连接到我们的第二个。再来 A3 点击右键，连接到数据，选择我们第三个。A4 的话它是我们的一个答案，我们直接点击右键连接数据，连接到我们最后一个正确的一个答案。因为那个答案的话它和之前的这些文字它不会同时出现，所以说它会你现在看到它覆盖它，但它正在运行的时候它就不会覆盖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5、4、3、2、1，上面出现了问题，到0的时候的话，答案的话就出来了。那我们这个模板的话就第一个的话是差不多已经设置好了，感觉效果的话还是非常的 OK 的。叮的一声 OK。好，我们先点击左上角这个把它关掉。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批量生成的短视频只有8秒钟，但是我们的 TikTok 的一个创意计划的它是要求需要1分钟以上的。直接点击这个继续，这里点击创建设计。这个时候的Canva的话它就会自动的把我们刚才的一些数据的话直接加载到我们这个视频里面来。刚才因为我们这里有这么多一些文字信息，现在的话它已经批量的全部加进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这第5、第6，你看这上面是不是都已经变了？在后面都有，你看非常的好，这后面的所有的每一个的话都不一样。你可以看到的话，有一些的话可能的话这个地方太大了，那我们在设置模板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这个字的话稍微变小一点就可以了。那你可以比如说你回到这个页面，你可以把它全部选中，你比如说你给它改成一个50，它的字的话就稍微小一点。我们再点一下生成，这次的话应该就差不多了。你看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来看一下，这次的话它基本上就可以把它全部显示出来了，没有问题。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声音的话，你点击一下下面的声音，因为后面的话都没有声音，那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声音的话都同时复制到我们后面来，往前面我们挪一点点，要把这两个选中，按一下 Ctrl 加 C，Ctrl 加 V， 要把这两个声音给选中，按一下 Ctrl 加 C， 挪到这个地方来 Ctrl 加 V， 粘贴进来就可以了。这里的话可能有点多，我们往左边挪一点，再把它挪上去，稍微调整一下，差不多已经上来了。这就是一些细节的调整，大家的话可以多花心思去的话好好调节一下。同时也是一样的，Ctrl 加 C， 继续的话把后面的话每一个的话都加上一个声音，不然的话等一下后面的话它是没有声音的，以此类推，把我们的声音的话全部都加在这上面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下的话我们这个视频就有1分37秒了，那这就符合我们的 TikTok 创作者计划的一个时长的一个要求。可以，那到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这个视频的话应该都做的差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到这个时候的我们视频做的差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效果。比如说这是第2个，后面的话还有第3个，你看这里是第3个，那感觉都还可以。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可以呢，就可以点击这个分享，那直接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了。但是的话你还可以把它做得更好。那怎么样做得更好的话，我们可以比如说加一个真人的一个语音的一个声音，让语音的话直接把上面的一个比如说它的一个问题直接念出来。
啊，比如说我们复制一下第一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是哪一个？比如说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这个最大的一个星球是什么星球？我们把它复制一下它，那我们需要把它转化成一个语音。我们打开这个 ElevenLabs，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文字转语音的一个平台。我们把这个声音的话直接给粘贴进来，上面的话选择一个语音的一个声音。就是最大的一个星球是什么啊？生成好以后，我们直接把它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以后的话，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已经好了，我们点一下它，把这个声音的话挪到最前面来。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差不多就可以了。这种的话可以进一步的话把我们的视频的话做得更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直接给出一个答案。这个就是可能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那后面的话以此类推把所有的一个视频的话你都可以加上一个声音。那如果说你愿意花心思去做，那我觉得的话我相信的话你可以做得更好。那你不要声音的话也没有问题，只是说有风觉得的话，如果加上声音的话，可能那你的原创度的话可能会更高一些，那可能获得流量的机会的话可能就会越大一些。现在的话视频的话我们已经制作好了，接下来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分享，直接点击这个 download 把它下载到你的一个电脑上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要把它变成一个短视频，8秒的一个短视频，你可以在下载的时候把这里勾上，把它下载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页面，同时发到多个平台。那有风能用到的这个工具叫做Buffer，它就是这样一个平台。那第一次进来的话，你可以先注册一个账号，注册好以后的话，直接有风已经注册好了，我直接登录到我的一个后台。那每次的话进来，它再点一下这个，我们需要人工的验证一下，它要确定一下你不是机器人。那第一次进来的话，首先你先点击这个上面的 Publishing， 你点击这个平台增加新的一个频道，点击这个加号。我们在这里的话可以增加很多的一个频道，我们点击这个增加新的频道，我们点一下它，里面有很多平台，比如说 IG、Facebook、Twitter， 还有 TikTok、油管、Pinterest、Shopify 都没有问题。我们直接可以把我们这个视频的话同时发到这些平台。比如说我要那你只需要点击后面这个链接。比如说我连接到我的一个 TikTok， 我点一下这个链接，它会自动的跳转到我们的一个TikTok， 你这里点一下授权，点击继续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 TikTok 的账号的话也被连接过来了。你要做的话，继续点击这个 Publishing， 这里继续增加，比如说你还有 IG 的一个账号，还有比如说油管的一个账号，还有 Pinterest 的一个账号都没有问题。我们直接可以点击这个链接。点击链接以后，我们再点击这个发布，回到这个页面，点击这个创建一个内容，点击一下它，把我们的一个内容短视频的话传进来。第一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比如说把我们的视频给传进来，选择一个视频，这里正在说传。下面的话，你可以写下你的一个标题，那你也可以直接在里面叫 AI 帮你写，那也没有问题。那这里标题的话，我来交给 ChatGPT， 叫它帮我写一下。那我说帮我写出10个问答的一个视频标题，还需要包含一个标签。那他已经帮我写好了。当然了，我需要的是一个英文，我叫他用英文写。那这个时候他标题的话就帮我们写好了。那里面的话你觉得可以的话，你可以随便复制一些。那上面你可以多次尝试，叫他帮你写出一些比较满意的一个标题。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标题可以，我复制一下它。那你可以多试几次，叫他多写一些标题。回到我们的这个 buffer， 把我们的一个粘贴进来标题。那标签的话后面都自动加上了。这里选择你的一个视频的一个类型，那这边这些类型的话你可以选一下，这里选择是发布或者是不发布。下面的话这些的话就用默认的就可以了。在上面的话，这里你看它也可以用 AI 帮你写。我们试一下，比如说测试小挑战，记得生成好了。生成好以后你直接插入进来就可以了。这就是你的一个描述页面。你看这里给你写的非常多的话，这里把它删掉。那上面的话你可以选择你要发布的账号，你如果它是灰色的话就不发。那如果比如说它不是灰色的话，你可以选择哪些发哪些不发。不发的话你就点一下把它勾去掉就行了。那你在发布的时候，它又说你的视频的话必须小于60秒。如果
YouTube 的短视频的话，它需要小于一个60秒。那所以说你在制作视频的时候的话，不要超过，那就设成刚刚60秒，那就可以了。如果你需要同时发布到一个 TikTok，需要同时发布到油管的话，你的视频最好就是在60秒。那我就把前面这个油管的给去掉，我只要后面的我这个你看抖音这个 logo TikTok 那就可以了。那下次你在制作视频的时候呢，注意一下时长就行了，要点击直接开始就可以了。你也可以设置一个，比如说发布的时间。因为我们是用 AI 制作视频，那我们第一次性的话，我们可以制作非常非常多。这些视频的话，我建议大家你不要一次性的发的太多，那最好是在这个地方把它定一个时间，比如说定到明天、后天，那每天按时发布，不要前期信号的时候不要发的太猛，以免的话你的账号的话被禁用。全部弄好以后，点击直接一个发布就可以了。那这就是本期的全部的是一个视频。那本期用到的所有工具链接的话，有风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了。那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有风一起来实操一下。那如果你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风留言，那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交流一下。